像闪耀七彩绚丽的颜色，带着初心，我们迎向未知和曲折，内心中有忐忑，用自信和微笑躺平现实的皱褶。曾经在迷茫中失去方向的那一个，总有一天会看清楚如何选择。快乐就是和爱的人经历人生，紧握不弃是你让我变得完整，成败乐事让生命更加丰盛，来为自己骄傲，快放飞吧我的青春。笑笑，上班去啊！对啊，加油啊！谢谢。早。哎，李笑，你今天真好看。是不是？不愧是咱们瑞莎时尚杂志的人。早。哇，李笑，套装搭配小妖精，可以呀、谢谢。李笑，贾思明。沈亮近5年早川度假系列的所有主题汇总，一会儿打印好给我吧。好嘞，没问题。小莫姐，不好意思啊，椅子舒服吗？还可以。小莫姐现在是在负责女性权利套装的选题吗？对呀，怎么样？姐挺好的，就是有点问题。说说。关于女性权利套装的历史追溯，这点写的不是特别准确。你看，你这里写到的，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灰色格纹外套的复兴让女性权利套装再度成为了时尚的热点。那追溯权利套装的历史，Yves Saint Laurent在1966年推出的女性职业套装是权利套装的正式兴起，这一大段写的都是不对的。因为事实上，1966年 Yves Saint Laurent 推出的职业套装叫做 Le Smoking， 也就是吸烟装。一直到了80年代 ，Giorgio Armani 跟 Calvin Klein 才用更宽大的轮廓和工整的剪裁，为时装界带来了真正权利套装的概念。这个才是女性权利套装的形成的标志。
的劳务试用期快结束了吧？啊，明天。那我就恭喜你能够顺利进入瑞莎，我们早日成为同事。谢谢你，小莫姐。姐去掉，叫我小莫就好了。谢谢小莫。那能不能帮我倒杯水？可以啊，没问题。谢谢。不好意思。小兰，这个都让你搬啊？快谢谢你下班。我听说你试用期顶替的小鹿，休完产假可是不回来了，回来了。要跟老公一起创业开公司了。你傲什么呀？没听明白呀？如果小鹿不回来，那瑞莎就有个正式员工的缺口，你就有可能成为正式员工，明白吗？正式的时装编辑，你不用天天替别人买咖啡、浇花、查资料了。傻呀？成为瑞莎正式的编辑了，下班了。8岁那年，我跟着我妈看电影，赶上赛事。如果我要成为正式员工的话，那我这梦想我不就实现了吗？嘘，收住。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就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好吗？冷静。好了，拿着水。1966年，Yves Saint Laurent 推出的套装是 Lee Smoking， 你竟然能把它和1980年 Giorgio Armani 和 Calvin Klein 推出的权力套装弄混？怎么查的资料 ？Lee Smoking 是什么？是中性套装。女性权利套装是什么？是展现女性权威的，为女性量身剪裁的。这两个东西一样吗？作为一个时尚编辑，你对时尚的判断和敏感都没有，你还干什么？回家去吧。多少人想干还进不来呢。Hello everybody， 祝白冰。我请大家喝咖啡，半个小时以后到我办公室开始选题会。李笑，你帮大家统计都要喝什么？ OK， 没问题。下班，帮我拖一下。对不起啊，对不起。喂，下班。怎么还没来？我洒了一杯咖啡。洒了一杯咖啡重要还是开会重要？你是不是傻？我洒的是曼达的 Double Espresso， 闹呢。那怎么办？我再买一杯啊。先生，不好意思，我一会儿帮你收拾啊。下班，你再帮我拖20分钟。20分钟？你干嘛呀？现在排队人太多了，你再帮我拖住啊！不说了。谢谢你的咖啡。跟你的一样，快去吧。谢谢。哦，我把钱给你。不用了。谢谢。不好意思。
我跟总编一起商量了很久，准备出一本叫做《瑞莎 Plus》的副刊，增加以男模为主的内容，主打素人。所以这周，小莫、夏凡、Linda and Jasmine 准备好你们的素人 model 备选，并且交上他们的街拍作品，有潜质的未来可以签约培养，并且有机会成为瑞莎的专属。还有，文学编辑部提出合作。要对著名作家云芝老师进行人物专访，夏凡辛苦一下，交出一套他的人物造型和拍摄方案，小莫跟进，帮他把关。下一次会议我们再进行讨论。OK， 散会。你给排版公司打电话，催一下那个绘本的排版，都快1个星期了。现在就打。吴编辑，这是陈阳给您的3稿。啊，我知道这个，行。什么意思啊？还没看稿就先行贿？行，来吧，看看你的大作。无足之，大哥，什么情况？能不能弄个干净的？我怎么看？无足之什么？不认识啊？我说你好不容易写本书，连书名我都看不懂，你觉得会有人买吗？那是你看不懂，不代表别人看不懂。这个字儿念志，无足之志。哦，念志，我学会了。哎，你这笔名耒阳，这是个地名吗？如果你想用地名做笔名的话，你为什么不挑个好听点的？比如说杭州，要不成都也行，至少有首歌很火。要不就来个重口味的松花江。可是你弄的这什么？你这个书名还有你的笔名，我都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你觉得普通读者能明白吗？你还好意思说你不明白？你一个东凡出版社的大编辑，连无足之志的志你都不认识？你以为我真不认识这个志字吗？志，没有脚的虫子。你这个无足之志，用通俗的话，意思就变成了没有脚的虫，是重复，知道吗？还作家呢，连个书名都有语病，你好意思吗？拿回去，改。我可告诉你啊，这个书稿可是你约的，你至少得看完吧。别蹬鼻子上脸啊！要不是看你有点小才华，我才懒得帮你。你改还是不改？你不改，我就不看。2天改完啊！哎，还有一件事儿，我在想，你是不是考虑来我这儿当个文学编辑助理？你与其在家里写这些破玩意儿，还不如到我这儿来学点东西。一方面可以多看看别人的稿子，还有一方面可以了解一下出版的流程。怎么样？我告诉你啊，我是一个作家，我崇尚的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我不来，再见。站住！回来！拜拜。2天啊，改。下凡，极简主义搭配橙色背景，
造型跟服装就沿用云芝老师平时的传统风格，拍摄场景用在办公室或者家里之类的。这样方案，那云芝老师的作家身份更加贴切。有一些其他案例，我都给你打印出来了，你好好看。 各位领导这边请。非常感谢社里的各位领导今天到我们瑞莎来进行视察，倍感荣幸。这一块板是我们的背景板，手绘专题文案都会在上面展示。下班，这张海报是我们瑞莎近期销都是出版社的领导，今天可能是来视察工作。这边是走秀什么？没领导那么年轻，白胡子那个，他就是 HR 的主管，只要他签了字，你就会删。各位领导，然后这边请，这是我们的样衣间，很多 model 的小样拍摄我们都会在这里面进行。这是我们和专题组合作的新一期的专题文案。这云直不是作家吗？是的，我们瑞莎一直将文化与时尚结合，做高品质的时尚杂志。请，谢谢。奶奶你好。啊，你在叫我吗？啊，叫谁奶奶呢？奶奶，你是丢了一串耳环吗？我今天没戴耳环啊。说的是这个。啊，说的是我的胸针啊。胸针？好吧，暂且先管它叫胸针，但它其实就是耳环，对吧？您看它的质地是银质镂空的，几年前 Chanel 跟 Handler 都出过这种公益主题的耳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这一款应该是几年前纽约珠宝秀上展出的。你确定？我确定。李笑，资料打了吗？等会儿啊，而且我还有另外的根据，因为是从您的气质上判断，我觉得您应该是比较欣赏对称搭配的美学，所以您应该是丢了一个，把另外一个当成胸针戴了。啊，但其实这样戴也挺好看，但毕竟是耳环嘛，还是希望您能找到另外一串。行了，该忙什么忙什么去，文案都做了吗？做了。不好意思，这是我们的实习生，平时爱较劲，有什么说错话的地方，希望您别介意。我没介意，他分析的还挺有道理的。叫什么名字啊？我叫李笑，学校的校啊。这么巧，校对的校。实习生什么时候转正啊？应该快。这孩子不错。说好的沉住气呢？我刚没沉住气吗？人家是领导，你叫人家奶奶，那挺和蔼的呀。什么叫应该快转正啊？你多会儿能改改啊，笑。我觉得挺冷静的。没问题，您说放哪儿就放哪儿，好不好？哎呀，不行啊，咱们这样，把咱们的产品的贴图放在公众号推文的最开始，哎，这样的话呢，置顶，然后，动图，然后再用光，对，哎，受众群啊，全都是中老年，哎，这广告效应啊，肯定是最好的，你放心吧啊。您放心吧啊，明天就更新。哎，好嘞，好嘞，好，再见。回来了。我不是说了吗？没有我的允许，别随便进来。这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呀，是不是？哎，我有急事找你，外边又冷，我俩就直接进来了。这次让我写什么呀？一篇关于孝道的文章。顶多少房租？1个星期。哎，你看看，我这引文，家里父母健在的一定要看，多吸引眼球啊！哎，这下边直接来一句俗语啊，百善孝为先，直接点出了中心思想，后边啊都是论证。你看看怎么样？看看。这不是写挺好的吗？哎呀，
问题不在文章上。哎，这最后啊，我想加一点这个生活小贴士啊，像这什么健康啊、养生啊、美容啊什么的，没有这些呀，这中老年人怎么会看呢？要是没有中老年人看，我这广告哪儿来呀？这个我真的写不了。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哎，我这后边啊，给你列了那么多网址，你上上面给我去看一看啊，挑挑选选，实在不行，复制粘贴会不会？啊？一个星期的房租。对啊。哎呀，啊，别折腾孩子了，就睡我这儿吧。哎，也行。哎，你是抓点紧啊，明天上午我一定要来拿的，下午就要发了，知道吗？辛苦了啊。起来了，快！哎呀，哎呀，好了啊。电子版的发你邮箱了。哎呦，不错呀，加油啊！先走了，拜拜。大家看到的是这次选题的一些 reference。关于这次云芝老师的议案，我的预设是一个极简主义的风格构想。极简主义不是反物质主义，也不是禁欲主义，而是明确自己的心之所向，追求自己所需的物质。极简主义者一般都有坚定的生活态度和强大的自我判断能力。我觉得以上的这些都符合云芝老师的作家身份，同时也契合了专题编辑给予我们心之所向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在大片的拍摄上，我觉得就是云芝老师日常习惯的穿搭，配合井然有序的工作环境，进一步的突出云芝老师的心之所向这一面。专访的内容我已经听得很明白了，可以按照这个方向来。但是关于这一次大片的拍摄，你确定你对极简主义的理解没有什么别的误解吗？难道极简主义就一定是极其简单吗？小莫，你有什么别的建议吗？夏凡的功课我都看到了，但其实我个人更偏向于材料中的另外一种风格，以当季最硬的服饰搭配及风格展现全新的云芝老师，跳脱出读者对云芝老师的传统印象。背景可以选用纯色，但是人物的造型感一定要有。比如2018年阿玛尼的高定西装外套，搭配精致的腕表及领结，给人一种精致典雅的质感。这样的云芝老师会给读者眼前一亮，并且能感受到云芝老师带给大家的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高级审美。各位还有什么别的看法吗？主编，我觉得时尚造型上的创新十分有趣，但是我们不能不管不顾专访人物的特点，而只是一味的去追求时尚感。刚刚夏凡提到的极简主义不是极其简单，而是极有追求。因为我们大家都对云芝老师十分熟悉，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high fashion 的造型在云芝老师身上真的适合吗？我之前有查阅一些云芝老师新书的内容，就是一本类回忆体的小说，
所以我觉得读者还是希望更加全面立体的去了解到真实生活中的云芝老师是什么样子的。那云芝老师的造型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选择丰富一些的服装搭配，但是场景搭配我们还是要落回到云芝老师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的场景，用生活流的质感来呼应云芝老师文字的气质，我觉得这样会更好。小莫、夏凡，把你们的专案再细化一下，交给我。李笑，你也准备一份，我再考虑看看。那个李笑是不是傻？明显呢，主编让小莫说方案就是很有偏向性。他还真的跟你说个没完。哎，他是不是在试用期啊？对啊，前景堪忧啊。哎，你接单弄好了没？哎，我得学人家小莫，给经纪公司打了2个电话就搞定了。千万要找到素人。心里不平衡？没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嘛。那就是已经习惯了，所以你得这么做。小莫的做法我虽然不完全赞成，但是他至少达到了我的要求。夏凡，现在这个社会没有人在乎你在坚持什么，他们只在乎你能不能拿出成绩。时尚编辑这份工作，有多少人争着抢着想要做？如果你做不好，无非只有2点：要么态度有问题，要么天生审美有问题。不过你的那个小师妹就很有想法。李笑在实习期间真的特别认真，而且他是我们瑞莎的忠实读者，对于时尚也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就是他有的时候性格有点冲动，说话做事儿都不看分寸，而且他不知道那个是您的提案，对不起，您多多体谅。你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这样吧，还是按照你的提案方向走，但是一定要做一点调整。好，我一定会好好看您的提案的。OK。哦，对了，素人 model 的备选你还没有准备好，抓紧了啊！夏夏，我刚刚开会的时候那么说，不会不合适吧？也没什么不合适的，有想法就是要说啊。阿曼达，你有不开心吗？不开心肯定还是有的，但是他刚才也跟我说了些别的，是吗？说你还不错。真的假的？HR 来 ，HR 来找个曼达，会不会是因为……等，淡定点儿。记住我之前跟你说的了啊！我切牌去了。好，哎，用不用我跟你一块去？你就别去了，我劝你还是亲自确认一下转正的事情。好，店里啊，你看，还是个演艺的。正好我今天下班，见男朋友正好可以借我涂一下。帮我开下门。哎，去哪儿啊？这是？文学编辑部。登记。记啊。哎，这个刷子还挺好玩的嘛。我昨天来过了。留
流行这么？没印象。这个眼影好不好看？但我觉得这个镜子不是很喜欢。你看你天天的那边那个吧，比较鲜艳。他昨天好像确实来过了。来过，干嘛呀？大早上吃太多。下次记住了。你就不用送我了。行，那我就不送了。哎，好，这事儿就麻烦你了。哎，好，哎，好，再见。李笑是吧？啊。你好。你好，是这样的，你的实习期到今天就期满了。谢谢你对瑞莎做出的贡献。从明天起你就在家等通知，一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好，那我在家等您电话。哎，那就这样，再见。好，再见。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小说开篇第一段不到100个字，你搞了10几个生僻字。如果你是读者的话，你读到这样的书，你是什么心情？我告诉你，你这个是对文学的践踏。我不践踏你，市场部就要践踏我，知道吗？我告诉你，我无欲担任责任编辑的小说。销量必须要保证，而以我的经验推测，你这本破书卖不过500本。记着，周子墨，文学也好，艺术也好，只要是脱离实际生活和大众情感的无病呻吟，都是扯淡。你刚才说什么？卖不过500本？吴玉，我告诉你，如果我的书卖不过500本，我就当着你的面把我的书吃了。太棒了，真的，我好期待呀！哎，咱们不用等到书出版，现在就可以打这个赌。这样，你拿这个书稿到大街上找5个人问问，只要有1个人认识你这个“志”字，我就把你的稿子吃了。但如果真的没人认识，那你是不是该考虑一下，改改你的书名儿？改改你的内容，来点脚踏实地的，行吗？1周之内再改1稿，听到没有，周子墨？我再给你说一遍，在你这儿，我叫磊阳。磊阳，大作家磊阳。注意点啊！损坏料赔偿，赔得起吗？
是瑞莎杂志的编辑，我们现在正在甄选素人模特，我能拍你几张照片吗？如果合适被选中的话，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签约模特。我觉得你的气质特别好。刚才是你拍的吗？是的，我想看一下你是否上镜。那请你把照片删了。你是来东环投稿的吗？文学编辑部有我的朋友，需要帮忙吗？我的事情不用你操心，请你把照片删了。我对模特这个行业没有兴趣。我们再聊聊看，我可以告诉你更多的细则，怎么样？我对这个行业没有兴趣。这是我的相机，你在干嘛？这是我的隐私。照片我删了，卡我会还给你。你站住！我现在的相机坏了，里面有我工作的资料，你知道吗？我说了，卡我会还给你的，相机我也会赔给你的。那你给我留个电话，名片总有吧？你在哪个杂志上？瑞莎杂志。好，相机我会还给你的，就这2天。这是你的稿子吧？我记住你了。就算你不这么做，我也一定会赔给你。吴越，仙女下凡。怎么了？问你点事儿。尽管吩咐。他的责编是谁？无足之志。你还真认识这个“志”字？怎么会在你这儿啊？不会是那小子拿着这个跑到你们瑞莎去投稿了吧？他把文学当时尚了。他是你的作者。猜对了。怎么了？我在街上找素人模特儿，拍了他2张照片，他不愿意，嫌我相机摔坏了。他？那得赔呀。要赔的，他说了。对呀，必须得赔。你放心，这是我的作家，他要是跑了，还有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要找他这个人。我过去了，别想了。我的梦想。第几次了？无数次了。我生之前2岁。走，你走吧。哎，是不是应该说点什么？说呀什么？预祝一下。预祝什么呢？预祝你成为瑞莎永远的读者。
我就是开个玩笑，怎么那么小心眼啊？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夏凡，我当然会是瑞莎永远的读者，这点你不用提醒我，你也不用激我，反正你之前已经给我透过底了，我就当是自己给自己预祝一下，行吗？黑夜里的星光，像你眼睛明亮。我在人海茫茫，寻着他的方向。有时不眠晚上，想你笑的模样，印在我的心墙，爱情从天而降。去追梦的路上，有你走在我身旁。确认过的目光，不会心慌。有疯狂，有风浪，才懂爱有多滚烫。一起去守护时光，我们心飞扬。生的命运，再流泪不后悔，再受伤也珍贵。为对的人才绽放明媚。我的手交给你，让时光来证明光阴荏苒，不留遗憾。别辜负我们对时光。